到达首都机场 T3航站楼了啊！现在是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吧，来机场人还是不少的，咱们就慢慢的往里走吧。这次坐飞机出去啊，大概还得是半年之前了啊。然后正好呢，借着这次机会呢，带大家呢，重新走一遍坐飞机的流程到底怎么做。咱们现在呢，先去这个值机柜台，先值机，这边应该就是值机口了啊。北京首都到东京成田的啊，看来这个人啊也还是有一些的啊，不能说是完全没有，还得跟这儿呢稍微排一下队啊。没有，我拍我自己，没拍你。没有拍你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值机非常快啊，因为我就背了个包，没带任何行李。我这边值完机的话，我看好像也没多少人了啊。确实受这个相关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啊。看看今天这个飞机座上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啊？看看是不是整个飞机都能坐满，还是说呢飞机上基本上什么人都没有啊？咱们继续呢往前走，往前看。咱们拿好这个护照和登机牌啊，准备去这个安检了啊。咱们沿着这边排队去安检。这个终于安检完了啊，前后得差不多得有10几分钟、20分钟。然后咱们现在呢就去坐这个小火车啊，前往登机口。这个上面电视提示还有下次列车还有5分钟到站。好啦，下了车之后的话，咱们还有最后一关啊，就是刷护照过海关。好啦，终于刷这个护照过关了啊！简单来说就2步，一个是把这护照放在那个扫描仪上扫描一下，然后呢过了第1道闸门之后，再摁一下大拇指就顺利过关了。现在咱们就前往登机口准备候机了啊！今天这天气相当好啊。日照非常充足，天也特别蓝。这块有一个 Visa 的一个广告啊，这背景是日本啊。我操，这登机口可够长的啊！过了这个海关之后，走的这路是真挺长的。咱们看今天都有哪些国际航班啊？看有多少班是飞日本的？11点55啊，大阪；11点20成田；11点55羽田啊，这就是有3班了已经。伦敦、香港啊，等等啊，这没有。再看看这一块啊，2点25有一班大阪，2点半有一班成田，下午还有2班，3点1刻、3点半飞羽田的啊。大概这么计算下来的话，应该是有个6、7班的这个日本航线啊，主要就是飞成田、羽田，还有这个大阪的。你看这个国际出发这个登机口啊，人没有那么多。可能是因为呢，我现在来的这个时间相对早一点，现在大概是早上10点。这一片这个候机区啊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吃的呀、喝的呀，除了刚才我这个经过一个星巴克以外，这边啥也没有。T3这个机场啊，应该是08年奥运会之前开始建的啊，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话，也差不多得有个小20年了啊。所以呢，机场里边一些这个配套设施啊，可能跟这种新近建设这个机场啊，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。希望这个首都机场啊，这几个航站楼啊，可以多增加一些小商铺。这边实在是太空旷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字儿都看不清楚，太平洋咖啡啊，但是估计已经关了挺长时间的了。日上免税航暂时关闭，等候的乘客啊变得多了起来了啊。不知道这一班是飞到哪儿的啊？在这个104登机口附近的比较多一点。这一班飞的是澳门，然后103这一班呢飞的是东京，等候的旅客也不少啊。不知道103这一班航线能不能坐满啊？这边全是等候的乘客，找个地方坐。终于走到这登机口这儿了啊！103飞成田的啊，这边还是有吃的的啊，但是这吃的好像不在这个附近，比较远了。在等着上飞机这会儿功夫啊，先把电话卡安装好，落地的时候就可以接到当地的信号了。现在 eSIM 比较方便了，基本上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装一个当地的 eSIM。建议大家选择提供当地原生 IP 的 eSIM， 如果是 HKIP 的 eSIM 是无法正常使用 ChatGPT、Gemini 等 AI 服务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有这些 AI 服务的话，在国外旅行就会非常方便，问个路啊，找个餐馆啊，介绍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啊，翻译一下外文啊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检票登机了，妈呀，这个人还真不少啊！我靠，这人真是不少啊！我估计这飞机应该能坐满。好，谢谢。准备登机
刚才说到有一张当地原生 IP 的电话卡很重要，别忘了还要买一个电量足够大的充电宝。毕竟日本不像国内一样有很多地方都能租赁充电宝，一定要买符合最新3C 标准的充电宝，这样国内和国际旅行的时候都可以携带。当然最重要就是带好护照，毕竟它是通往全世界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。还有就是带一张外币信用卡 ，Visa 或者 Mastercard 都可以，以及少量的现金。我这次去日本待7天，大概换了2万日元和不到1000块钱人民币吧。虽然微信和支付宝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普及了，但是有些门店还是只支持信用卡或者现金支付的，所以带上信用卡和少量的现金还是有必要的。除此之外，准备一些药品也是非常必要的。我自己常带的药品主要分为以下3类，第一类就是治感冒发烧的药，第二类就是消炎药，第3类则是肠胃药。这3类药可以基本应付我在旅行过程中遇到各种小伤小病。然后就是一次性的内裤和袜子，穿一条扔一条，穿一双扔一双，非常方便。以上就是我作为背包客的必带清单。大家在旅行过程中会带什么东西？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跟我分享。坐在第1排3以及9。谢谢你的合作。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。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前进。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情，流在心里的血，澎湃着中华的声音。就算身在他乡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到达这个东京成田机场了，这出来好像也不是廊桥啊，是搭了一个临时的棚子啊。从这儿是不是进入这个航站楼啊？是把廊桥搭在这儿了，应该是长度不够啊，搭在这边。从这儿还得上楼梯。接下来入境流程也很简单，人不多的情况下，整个过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第一步，沿着扶梯走到尽头，先进行自助通关。提前准备好护照，并在 Visit Japan Web 上填写好电子入境卡。填写好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2维码，建议截图保存在手机里。按照自助通关机的指示完成操作后，现场工作人员会递给你一张卡片。第二步，入境审查时将护照和卡片交给入境审查官，审查官给护照盖完章之后，就可以去取行李了。第3步，海关检查，直接带着行李走自动门，完成人脸识别后就顺利出关了。自动门外边会有海关带着狗狗进行随机抽查。很不幸，我带了2块面包都被海关没收了，因为面包里边加了片火腿肠。早知道不如在飞机上提前吃掉。I already have this。你有2根吗？好的，我现在是在成田 T3 航站楼的到达大厅啊。这个厅看起来挺小的，一会儿从这儿出去坐摆渡巴士到 T2 航站楼坐地铁。准备去坐地铁了啊！
坐地铁的话，你要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话啊，就打开这个钱包，然后找到这个随卡啊，这个公交卡啊，先充点钱就能坐地铁了。不是苹果手机，其他手机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先充个2000日元吧，充值成功，消费91块4毛3，啊，2000元人民币充进去了 ，OK。然后咱们就可以去坐地铁了。到这儿就得看这个谷歌地图了，咱们就坐这个京成成田 Sky Access 啊，这个线开始出发。挺好啊，这块没有安检啊，还是这一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啊。哦，还得往前去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電車は终于下车了，坐了1个半小时。这一趟车坐下来是1372日元啊，合人民币大概60多块钱吧。坐了1个小时，哎呀，这时间是真够长的，一个座都没有啊！活活站了1个小时，确实是挺累的。赶紧去酒店，这块儿可能离酒店还得有个1公里左右的距离。现在大概是5点50啊，应该这个也是东京这边的晚高峰了啊，基本上该下班了，该下学的也都差不多了。咱们就边走走边看看吧。哎呀，终于到了浅草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它这个马路挺邪门的，还是斜的，不是这么正着走过去啊。这是一个浅草市集啊，从这儿穿过去，还是挺热闹的啊。人呢还是有一些的啊。这边基本上也能看见好多老外啊。刚才在车上呢，还有这个好几个韩国人，也是来这边的啊。这是维持秩序的大爷大妈们啊。先回酒店啊，等会儿呢再出来再溜一溜这个集市啊。各种什么小玩意儿啊、衣服呀、小服饰、小装饰啊，这块倒是都有啊。有的店还没开门呢，啊，是不是还没到营业时间？还是今天就根本就不开门了？前面这就应该是浅草寺，啊，这里边应该是有一个浅草寺的一个灯光表演啊。从这个人堆里边出来了啊，继续往酒店走。哎，这边就比浅草寺那边的集市啊要安静多了。马上就快到酒店了，哎呀，终于可以歇一下了。街道还是挺安静的啊，周围人也不多。这导航怎么给我导这个道里了啊？旁边啥人都没有，还挺害怕的啊。不会哪儿窜出来一个什么变态吧？哦，合着这儿是一小道啊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走进是死胡同了。哎呀，这块晚上怎么那么安静啊？这边应该都是一些小商铺啊，居酒屋。这现在晚上才几点钟啊？6点多钟，这是已经关门了还是没开门呢啊？哎呦，
谁家飘的那香味儿啊，就跟那个炒鸡蛋的味儿。今天早上走的时候吃了点这个炒饭啊，在飞机上喝了杯咖啡，到现在了啊，确实有点饿了。一会儿呢，咱们进酒店入住完了，看看周围有什么吃的啊。哎，又走过了。这边这个小岔路、小岔口特别的多啊。您的行程已结束，那我应该是在哪儿啊？我那酒店到底在哪儿呢？找不着啊！要说这个谷歌这个地图吧，也不是很靠谱啊，有的时候净给我带沟里边去。哎，我看一眼啊，怎么走？哎，再往前走一点点。哎，我看看啊，这往这边走。哦，左转。哎，就是这家了啊，到了。办完入住了啊，然后先到房间里边看看到底是什么样。走吧。这个是908啊。哎呦，先看着这房间啊。这房间的话，看这个介绍是说是17平啊，确实是挺小的啊，将够这个跟那儿躺着的啊，但是也还行了，在这个东京这么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儿，是不是？哎，能有个17平米的这个小酒店啊，应该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还是双床，挺不错的啊。你们猜的这一晚上大概多少钱啊？这个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啊。咱看这个浴室啊，这个你看也是干湿分离的啊。洗澡的里边有一边啊，这是这个洗手池啊，这块呢是这个马桶啊，智能马桶、冲水马桶啊，还可以啊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啊，还不错。今天这间房的话，应该就订了1个晚上啊，因为订的时候，反正这个酒店还是挺紧缺的啊。虽然说这个咱们这边有很多这个游客不来了啊，但是这个酒店还是比较紧张啊，比较紧张。所以这个呢就暂时订了1晚上啊。这块的话呢是一个小电视啊，等会儿晚上看看有什么节目吧啊，反正都是日语，我也听不懂看不懂。这个下边呢是一个小冰柜，哎，这冰柜里边也啥都没有啊。等会儿去便利店买点水，烧水的小壶还配2杯子，上面是这个纸巾啊。剩下几天的话是在另一个酒店啊，离这边也不远。看这窗外这个景是什么啊？这个视野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下边的话就是街道，跟刚才我走那个小巷子里边不一样啊，那小巷子里边真是一个人都见不着。哎呀，在这个酒店歇了会儿，现在这肚子开始咕咕叫了，一天没吃饭了，主要是。本身呢，这个上飞机之前，在这个星巴克买了俩三明治啊，出了这个机场之前被这个海关给扣了啊。一看我这三明治里边有一根这个火腿肠啊，说这个肉不能带入境，所以那俩面包呢就是痛失俩面包，呢，然后到这边呢就一口饭都没吃呢，所以赶紧找一家店吃点。今天呢就是，特别想吃这个咖喱啊。所以这个咱们就特意找一家这个做咖喱饭的店尝一尝。这一块地方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商店街，日本哪儿都有，基本上比较常见。两边都是这个
吃饭的地儿，所以说这个酒店这个附近还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啊。但是这个点儿基本上呢，有些店就休息了。虽然这个现在才8点钟啊，但是关的店也不少。这是骑自行车，这应该是刚下班的小孩吧。这商店街没有那么长啊，也就大概个几十米就走出来了啊。这条街看起来呢还算相对比较热闹一点。这个现在啊，这个日本的这个气温也降下来了，晚上也比较冷了。但是跟北京比的话呢，北京还是更冷一点。北京这几天都零下，这边就主要都是吃饭的地儿了。前面右手边这就是17家啊，死皮鸭，还有一个表演吉的一个小哥跟那儿边弹边唱啊。这是什么店？还跟那儿排队呢？啊，这应该不是那家咖喱店吧？啊，这块是那个什么伊兰拉面啊，这点还是有人排队啊。哎，就是这家啊，这家啊，就是在这个谷歌上评分还不错，4.4分啊，叫什么来着？快乐牛肉咖喱 （Happy Beef Curry） 啊，咱进这店里边尝一尝。two people。咱们看看这块这个咖喱饭啊，到底有什么还不错的啊？哎，我选一这黄油牛肉吧，啊。然后加一勺辣，然后来个洋葱，来个卷心菜啊！我也喝一个可乐吧，然后来一个煎蛋 ，OK， 然后下单 ，OK， 先来一杯冰水，哎呀，这套餐里边送了一份小沙拉啊，这沙拉有什么呀？啊，应该是这个玉米粒儿啊，后边这是什么呀？卷心菜，然后还有这个洋葱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切的啊。这个蔬菜在日本还是奇贵无比的，你经常吃饭里边就很少见着菜。太饿了，先来一口沙拉吧。点了一个双倍的这个黄油牛肉咖喱啊，看着挺有食欲的。配菜的话是这个炸的这个洋葱圈，再加点这个生的卷心菜，然后配了一个煎蛋啊，然后这个就是黄油牛肉咖喱，你尝一口味儿怎么样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这个咖喱的口感啊，特别的这个绵柔，它不是那种很辛辣那种感觉啊，吃在这个嘴里边，然后特别的丝滑。这牛肉啊，感觉就是这个超市里买的那个牛肉卷，但是吧，你作为一顿简餐吧，应该这味道还算不错了啊。这咖喱这味儿非常的浓厚啊，非常醇厚。我以为他这饭给的会特别多，所以呢，那个特地从那饭里边就减了一点啊。减量之后发现这饭有点不够吃，但是啊，咱们别着急，一会儿咱们去超市啊，再去扫货啊。一般晚上过了8点还是8点半之后啊，超市打折清仓的这个当天的非常新鲜的吃的，咱们再买点，回去再来一顿。别光吃饭，再来点菜啊！今天这个维生素补充到位了。你别说它这小沙拉这味道还真不错啊，主要是拌的是什么酱？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沙拉酱，但是这个味儿还是确实不错。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。看来这个下午来日本啊，被海关扣的那俩面包没白扣啊。要是那俩面包吃的话，估计晚上就没这么饿了，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这么辩证的一看啊，对吧？也是个好事儿。我不用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。
这卷心菜刚才吃了一口啊，它不是这个白灼一下这种，它是拿这种类似于醋啊还是什么调料腌了一下啊，有种酸甜口的感觉，还挺好吃。在日本吃菜实在是太贵了，所以这点咱不能剩下啊。吃光了，光盘行动，词干满劲儿啊。WeChat OK。Thank you。3025日元啊，相当于呢一个人差不多就是65块多一点儿，一顿饭50-60的话，在这边的话还是比较实惠的啊，而且这咖喱还挺好吃的。等这个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，你们再来东京的话，可以来这家店再尝一尝。晚上浅草这边啊，虽然今天是周4吧，但是人还是有一些的啊。不像那个去年去那个新斋桥那会儿啊，这基本上人头挤人头啊。这块相对来说还宽松一点。咖啡店啊，刚吃完就别喝咖啡了，晚上睡不着觉。这人啊，找超市还是不靠谱，咱还是用 AI 找一下吧啊。ChatGPT 给推荐的啊 ，OK 超市啊 ，Life 我知道 ，Life 在那个大阪和京都那边都有，上次去过。业务超市 OCK 浅草雷门店推荐还挺多，唐吉诃德浅草店啊，给你一个简单的决策，想最近最抠门的就去 OK 浅草。想规模大货更全，走远一点去 Life， 那咱就去那个 Life 吧。Life 这个品种稍微全一点啊，用这个地图导航一下啊。看这边晚上的街道啊，比较清静，人也比较少。看都有什么车？这儿有一个路口。这是什么车型？有人认识吗？30呀 BMW 啊，宝马。这块有一个阿尔法，汉方药啊，咱们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啊，在这儿发扬光大了啊！哎，在这个路口上看见一个非常大、非常醒目的啊，阿萨西朝日啤酒这个广告牌啊。中国料理香港楼啊，终于看见家乡菜了啊！年终无休啊！大问屋啊，这啥意思？看不懂。这屋问什么呢？看问啥呀？哦，里边卖马桶的啊，卖马桶卖这个煤气灶的啊。为什么叫大问屋？我不太懂。这边都黑的，你看，你这都看不清我脸了，因为我这一周全是黑的。那店铺都关门了。距离这个超市啊，我刚才看一眼地图，还有650米了。这1公里才刚走一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呀，终于走到这超市了啊！那进去买点东西，推个车吧，怕拿不住。这超市跟我上回在京都去那个 Life 比啊，还是有点小，没有那么大。黄瓜吧，税后74块钱一本儿，花菜一颗192，白菜1/4个，税后106，寿司12枚，税后753。来寿司得了，看哪个卖相好啊？税后和861，就是43块钱吧，不到40块钱这一盒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来一盒这个，来一个沙拉卷啊，我看税后是462啊，和差不多20块钱出头吧。北海道牛乳啊，上回来的时候就喝的是这一盒啊，23块钱差不多。来一桶大水，不到7块钱吧，6块多钱，收获颇丰啊。然后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，大水、杯面买了2个，蔬菜卷带培根小面包买了2个，一盒寿司，凉拌海蜇，一盒奶，2672日元啊，大概折人民币130块钱。大家觉得这点东西贵吗？晚上9点多啊，这大街上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啊。而且就是路过的人啊，基本也没有打电话或者
两个人走在一块儿也没有说话了啊，特别安静。现在这条街上就说话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没有任何人在说话。但是千万别被这个安静的表象所迷惑，这个表面是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暗处呢是吧，暗流涌动啊。所以啊，咱时刻呀都得小心点，是不是？谨记老祖宗的话，是不是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就完事儿了。这边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像是加油站啊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个油泵啊、油箱啊什么的。呀，这是一辆高尔夫啊，2厢的啊，在日本第一回见到大众的车，堆放在门口垃圾啊，等着第二天这个垃圾车过来清。日本确实是啊，甭管基本上每个城市这个街上都没有垃圾桶啊，所以你出来的话，你还得带一垃圾袋，要么你连扔东西都没地儿扔。哟。这谁呀？这不是奥特曼吗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还请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